沈浩成究竟是不是你儿子？如果不是这个，那他分期的爹令如何解释？外界流传你都是主导婚变，沈浩成是不是你们离婚的导火索？你们现在婚姻关系究竟如何？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就是沈浩辰的妈妈。沈浩辰是沈浩明儿子的事情被曝光，所有的负面新闻扑面而来。许妍得知后，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其实，在许妍心里，她早已再次接受了沈浩明，对于沈浩辰更是把他视为己出。其实这一切都是金达集团的2号人物曲总所为，韩卫平就是他的一颗棋子。他一直想取代沈父成为金达新一任决策者，可幻想终归是幻想。许妍的出现让沈浩明知道自己没有爱错人。想想几天前他还为许妍感谢蒋亮而吃醋，许妍的研一房能够获奖最大的功臣非沈浩明莫属。可许妍在庆功宴上却感谢了蒋亮，这让在场的沈浩明很不是滋味，就连于一鸣都替他抱不平。研一房第一个投资人，谢谢你信任我。就连蒋亮本人都不可置信，更多的还有心虚。好在蒋亮也是上大分，立马宣布远航资本继续投资翻倍。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许妍想要感谢的是沈浩明，要知道没有沈浩明带着巴莱金夫人来研一房，那些供应商不会那么老实，解决了供应商又帮许妍报名青蓝杯，经历了被取消参赛资格到重新获得参赛机会，沈浩明的付出所有人都看在眼里。虽然因为研一方事件处理的漂亮让巴莱金对沈浩明更加信任，但是他的宗旨就是帮助许妍渡过难关。再后来许妍准备大赛走秀时又给予了灵魂建议，许妍连夜整改方案，这才促成了研一方彻底翻身。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展现新中式独特魅力，以表达民族文化内涵为理念的研一方服饰设计品牌，从一度受到仿制品的强烈冲击，导致口碑下滑和消费者信任崩塌。但是经过此次的公开赛事，他们不仅展现出了独树一帜的设计理念和实际，一举获得了最具商业价值奖，共实现了口碑逆袭和销量大涨的商业奇迹。豪门总裁见妻子被供应商欺负，不花1分钱，只需一招就让他们肠子悔青。面对供应商的故意找茬，许妍精疲力尽。研一方的品质如何，第一批成绩如何，他们都心知肚明。如今被恶意抹黑，他们就来趁机拉踩。许妍也不是好惹的，如果继续合作就按照合同付款，如果终止合作，他现在就可以打款。今后研一房是好是坏和他们再无关系。就在他们考虑时，沈浩明带着巴莱金夫人来了。沈浩明那些供应商自然认识，他只要往那里一站，供应商们心里自然有数。你怎么来了？亲爱的，我这次呢是代表 Moscow 来参加一个中俄文化访问活动。我非常喜欢研一方的礼服，所以来这里参观一下。虽然供应商此时还不知道巴莱金夫人什么来头，但是沈浩明带来的又如此雍容高雅，自然不是一般的人物。许妍带着巴莱金夫人去挑选参加晚宴的礼服，沈浩明则留下来照看这些供应商。不得不说，沈总这一波操作比打款2000万还有用。不管研一房靠不靠金达集团，他的背后始终有金达给他撑着。刚才那位是谁呀？哦，那位女士是俄罗斯地产商的夫人，也是徐总的好朋友。她很看好这一家公司，说不定将来研一方可以成为权威机构授牌的文化宣传优秀企业。接单接到手软。好命哥真是太会说话了，那句接单接到手软简直就像给供应商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还说自己爱人做生意不容易，请多多关照。刚才盛气凌人的供应商此刻就像3个跳梁小丑，打脸的话说得飞起。沈总，我今天呀给您下一保证啊，以后徐总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多道歉。谢谢。许妍给巴莱金夫人挑选了适合她的礼服，如此活泼开朗的巴莱金夫人不停地给许妍打气，困难是一时的，一切都会迎来阳光。今天的沈浩明让许妍更加沦陷了。沈浩明告诉许妍，他一直关注着网上的信息，许妍又怎会不知他的用意？这次沈浩明没有直接用钱砸他，已经是给他极大的尊重和认可了。不花1分钱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更是让许妍觉得被满满的爱包围着，温暖又细腻。蓝杯服装设计大赛，瑶瑶之前好像说过这个。这个在设计界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比赛。如果你在这个比赛里面获得奖项，就可以得到专业机构的认可。只要拿到奖项，就有机会发声，才可以为真正的织锦证明，为研一方的理念证明。我们决定恢复研一方的参赛资格。看到沈浩明亲自出马，直接在媒体面前为研一房造势，许妍知道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退缩不前了，再一次夸一下好命哥的优秀，这样闪闪发光的你值得许妍第2次为你心动。因为沈浩明的发言，研一方的官方账号在不停的大量涨粉，销量也开始上去了，之前的退货也直接取消了，网友的评论里也开始出现正面的了。所以我们不能再一味的退让了，我们也可以借助网络的力量。
对那些背后搞小动作的人发起反击。许岩直接拿出自己连夜写的直播脚本，各部门准备开始直播。瑶瑶和关关不仅介绍了创办研一坊的初心，还把手工织锦等工艺做了系统的说明。研一坊虽然每次出品的数量不多，但绝对是拿出最好的品质向大家展示非遗文化。沈浩明看着直播，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许岩这样做也是对他公开支援最好的回应。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来杯饮料边喝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奶茶、咖啡9块9居然能买2杯，真的特别爽。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好的品质大家也是看得见的。经过几天的正面回应，舆论也终于出现反转。这天，许岩在办公室里接到了青蓝杯的电话。您好，是严一方吗？是的，您是？我是青蓝杯组委会的。我们接到不少网友电话和留言，说希望看到严一方出现在赛事舞台上。经过讨论，我们决定恢复严一方的参赛资格。许岩这边迎来了好消息，沈浩明那边也同样。巴莱金先生从夫人口中得知许岩的事情，沈浩明的做法他非常赞赏，身为丈夫却没有刻意去掩盖夫人的光环，在关键时刻给予支持和肯定。还有你夫人身上的那部拼搏向前的冲劲。小沈总，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对金达的实力和诚意基本是满意的。金达也非常看重这次的合作。你说，我是不是已经很够诚意了？不会再打电话给他。别人接电话，有信号。别接电话。谁？哎呦，没人叫你。回来，没有人叫我，没有。哎，好。哎呦快，这不是我家，这是哪儿啊？这是去你家的路上啊？这不是，是有掉头。不是，你去哪儿？掉头。喂，你好。这么着急赴宴啊，徐小姐？我只想给你一个好心的提醒。他鞍前马后的帮你解决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他所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稳住你，不让你离婚，并不是爱你。沈浩明跟方瑜在英国留学期间确实生过个孩子，这件事情如果曝光的话，嘣！妍妍，看到了这个吗？什么？未婚生子啊，还全家人帮着一起隐瞒，咱们公司还有这么有料的高层啊！网上爆料说，浩辰不是你儿子，是浩明的私生子。这件事儿是空穴来风，还是事实？沈浩成究竟是不是你儿子？如果不是真的，那咱们妻子鉴定作何解释？外界流传你和沈先生婚变，沈浩成是不是你们离婚的导火索？你们现在婚姻关系究竟如何？网传沈浩成的亲生母亲溺水而亡，请问事前你知道这个事情吗？那未来你要如何面对这个孩子呢？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就是沈浩成的妈妈。沈浩明，你不要跟我说是巧合。真的是，你以为我想吗？换作是我也不会相信这么巧合，好吗？他现在肯定误会我是那种耍心机、死缠烂打。但是我觉得啊，这招人喜欢的可以叫锲而不舍、迎难而上；这要是招人厌烦吧，他应该叫死皮赖脸、狗皮膏药。所以他没有在演戏，演了，演了。肇事行凶，欺人太甚，来人啊，斩！哎呀，包大人刀下留情啊！不要杀我母亲呀！不要啊！哎呀，包大人，斩！是真的爱演戏啊！如果要搭配银饰的话，尽量是黑色的银。妍妍，你说，我们在青蓝杯的比赛资格被取消了。老师，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在消除这些负面的影响了。可是舆论还在啊，闹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的。你们还是请回吧。严总，我刚刚在打款的时候，发现账面上出了点问题，您看一下。
联系到小董了吗？打他电话空号，微信也注销了。如果许岩知道巴莱金对沈浩明有3个月的考核期，那他对沈浩明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想法呢？我曾经是一个不懂爱的人，于是在自以为是的功利当中，失去了一个最为我着想的人。如果你再次问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会跟你说，我是那个发现我自己还是爱着你的人。沈浩明这情况怎么样啊？干爹，沈浩明那边我还在。沈劲松打算让沈浩明进董事会，你干爹让我们无论如何得阻止这件事情。沈浩明有这么好对付吗？尤其现在又是进入董事会的关键时刻，他肯定要处处小心。我记得上次喝酒，你说你姐在英国还怀孕了，那孩子不会是沈浩明的吧？方遭遇了一些麻烦，让我学习到低调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太过低调会让自己陷入一种被动。这是沈浩明第一次为爱在公众媒体面前发声，哪怕曾经许岩身处新闻岗位，他都没有如此高调的接受过采访。这还要从严一房参加青蓝杯的事情说起。经过团队的不懈努力，瑶瑶在众人的帮助下成功设计出了参赛的作品。可就在这时，乔林收到青蓝杯取消他们参赛资格的通知。要知道，一旦在青蓝杯上拿奖，得到权威机构的认可，他们严一方就可以为自己的产品发声，扭转现在不好的舆论。可现在参赛资格被取消，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了。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在消除这些负面的影响了，可是舆论还在啊，闹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的，你们还是请回吧。眼看老师不为所动，坚持取消严一方的资格，许岩也是无奈，只能带着他们先回去再想办法。这里的消息乔林还是告诉了沈浩明，本还想该怎么办，助理陈琳就进来了。电视台的孙主持要采访他，沈浩明下意识的拒绝，可转念一想就有了主意。虽然他是许岩的老公，可也是金达这家大企业的副总，他如果公开支持严一房，支持创业的妻子，那么舆论必然会倒向他这样的公众人物，至少会给严一方一个为自己澄清的机会。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爱人依然选择了一个工艺复杂的手工面料。他知道这条路会非常艰难，但他依然带着他的团队走到村寨里面。从沈浩明带来巴莱金夫人，到现在借助媒体为严一方发声，许岩知道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了。产生现在如此大的负面影响，终究还是因为大众对产品的手工细节等元素的不知情，更是对非遗文化了解不够。既然这样，他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些文化向大众输出。官方账号直播自然是最好的选择。沈浩明在采访里为我们严一方发声的视频已经传开了，我看到了。当时我的骄傲1个小时内我们涨粉了500，视频流量也冲上来了。哇，今日单量上来了，好多推单也取消了。巴莱金夫人穿了我们的衣服出席晚宴，上热搜了。蜂拥而至，网上的一些大 V 博主就像约好的一样，一起买了严一方的成衣，一起揭露严一方的内幕。严一方售卖近4000的成衣，网上直接卖399，这一看就是有人故意下黑稿。销售那边怎么样？一单都没有，更麻烦的是，已经下单的大量取消订单，还有第一批的买家要求退货，有的要求仅退款。大概他们被网上的无良蹭评影响了。现在店铺小程序还有视频号下面全都是差评。此时作为严一方投资人的蒋亮也正在看大 V 博主的视频，哪知刚看到抹黑部分，他姐姐蒋云就闯了进来。你投资的严一方已经快被口水给淹了，你还挺悠闲的，虚高价格10倍之多，欺骗消费者，连带远航也被写了小作文，你必须尽快终止对那边的投资。小场面吗？这还是我那个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好姐姐吗？远航集团的邮件许岩几乎立刻就收到了，所以和蒋亮出来吃饭也是为了说声抱歉，他不想回避自身的问题。严一房一穷二白的时候是蒋亮看好他们给予支持，如果这样也是辜负了蒋亮的一片苦心，可蒋亮却表现得毫不在意，还说就算集团不出钱，他也会自掏腰包帮助许岩度过这个难关。然而这样的帮助许岩受之有愧，不能因为自己有困难就把蒋亮也拉下水，而且他也觉得沈浩明的建议是对的。如今的严一房确实不适合和资本深度捆绑，然而严一方此刻的麻烦似乎越来越多，
供应商不按合同约定付款时间，就趁着许岩不在时上门要钱。乔林知道许岩已经焦头烂额了，直接把人轰了出去。可许岩这边却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这不是和沈浩明竞争跟俄罗斯巴莱金夫妇合作的对手吗？更神奇的是，他对严一方最近的困难了如指掌。严一方这次的事，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能在1天之内把一个初创品牌推上风口浪尖的，其实不多。我感觉像是很刻意而为之。你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得罪什么？想起蒋亮的话，又结合眼前人的这一番说辞，许岩可以肯定，暗地里搞严一方的人就是他。贾货的事情你这么了解，你参与了。既然一切都已经被许岩识破，那就不兜圈子了，直接说重点。只要你肯对外宣称您和沈先生感情破裂，正在走离婚程序，我帮你解燃眉之急，1小时之内500万立刻到账。不需要，嫌少，1000万。见许岩依然不松口，直接2000万。真没有钱。已经去找许岩，小陈也提醒他要不要出手帮许岩度过这个难关。可沈浩明知道许岩是不会接受他们的帮忙的。看着网上的帖子，如今舆论对严一房越来越不利，大众暂时不买单，日后还可以扭转。可严一方如今的资金困难是一定要解决的。这不，财务总监过来找许岩了。许岩本以为又出什么事情，哪知道是来谈离职的，而且是立即要走的。可财务总监这个特殊岗位合同里是有明确规定的，离职必须提前1个月告知，并且要做好工作交接。见许岩这样说，所谓的财务总监小董立马不高兴了。公司的财务他可比谁都清楚，最多再撑1个月就不错了，难不成还要自己陪公司到关门大吉吗？此时刚好乔林的前任来找许岩，他要回老家了，走之前想为自己之前的行为给许岩道个歉，却不想听到了许岩办公室里的争吵。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来杯饮料边喝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奶茶咖啡9块9居然能买2杯，真的特别爽。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这烂摊子我敢交，你敢接吗？没什么不敢接的呀，本科财务专业，硕士金融专业，有会计证，惹到我算你踢到钢板上了。咱们现在就对，如果有一点纰漏，你都走不了。虽然此前不喜欢林涛，但此时许岩已经找不到比林涛更合适的人选了。林涛也确实是认真负责，都半夜了还在熬着看各种数据。乔林劝他休息一下也拒绝了，看小董这么着急走，他也怕里面有什么猫腻，还是早点弄好安心。可看了账也才知道公司近1个月的账目只出不进，这样下去恐怕撑不到1个月。他还是让乔林提醒一下许岩。隔天一大早，许岩就被合作的工厂负责人围堵，也就是这是巴莱金夫人来了荆州。妍妍很想你。哦，他人呢？我本来打算今天带他过来见您的，但是他公司出现了一些小麻烦，所以没有告诉他。什么麻烦？我能帮上忙吗？几个合作商来也是趁火打劫，不仅要求定金加1成，还要提前把第2批货的尾款提前付了。然而如今许岩压根就没有钱可以给他们，却不想他们已经知道许岩是沈浩明的老婆，言语间都是让许岩找沈浩明要钱。我开的公司跟金达集团没有关系。徐总啊，大家都是生意人，在商言商。你现在这种情况啊，我们没有办法信任你。我曾经是一个不懂爱的人，于是在自以为是的功利当中，失去了一个最为我着想的人。许岩被沈浩明这一刻的深情发言彻底征服了，人还是要被多多鼓励的。沈浩辰的话一直在沈浩明脑海里回荡。男生被女生拒绝是没关系的，就算被拒绝100次，你也要把喜欢的女生追回来。许岩虽然在事业上给了沈浩明很大的助力，但更让沈浩明看重的是他温暖了这个家里的所有人。因为沈浩辰的事情，沈父对沈浩明始终不信任，觉得他不够成熟。沈浩明自己也为父亲的不信任、不支持感到困惑。可经过许岩的开导，他才知道原来和父亲的关系，他一直是那个不善表达的人。当沈父得知金达集团新开发地段的核心区域10年前就被沈浩明买下时，也不得不佩服儿子的眼光。他虽然不那么相信这个儿子，但他从未质疑过儿子的工作能力。他知道这不是随便买的一块地。晚上回家时也难得找沈浩明聊了聊天，本还以为沈浩明会借机想进董事会。我愿意把这块地让给集团，以配合所有集团的需求，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这么核心的产业拱手相让还没有附加条件，这不是他一贯的作风。沈父直接问为什么。毕竟我仔细的想了一下，关于浩辰这个事，我好像一直以来也没有跟爸也没有跟妈
说过一句道歉。其实沈家父母要的从来都不是沈浩明的道歉。我想让你清楚一点，我们每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为他负责任。我明白。许岩和沈浩明两人此刻就像是刚创业的最强夫妻档，没有豪门贵公子的身份，只是俩人同进同出，白手起家，不是在以往的保时捷跑车里，而是在运货的大货车上。这一刻许岩的心无比宁静，仿佛他和沈浩明还是一对恩爱的夫妻。自从瑶瑶也被沈浩明免单的事件买通后，许岩有困难他都第一时间通知沈浩明，这是严一方的第一批货。为了确保安全抵达，许岩亲自上阵压车，哪知车半路出现了问题，不能按时抵达，严一方的口碑自然也会受影响。这时开着货车来的沈浩明可谓是从天而降。你怎么来了？我先搬货，你上车。我跟你一块儿。没事，我跟师傅搬好了。快，很快搬完了。许岩此刻就是一个被丈夫呵护的小女人，看到沈浩明脱掉外套撸起袖子干活，她的心出奇的平静，好像有他在，一切困难都不是问题。瑶瑶也顺势发来消息，告诉许岩是沈浩明主动要求来的，一趟趟的货沈浩明也确实是累。许岩贴心的拿好水下车找他。沈总这么大的公司，自己来帮忙。公司团建。还有我打给陈琳，她一直不接我电话，所以我亲自过来一趟。沈浩明的好意许岩又岂会不知，只不过他想看看如果没有沈浩明的帮助，自己能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是真的为他好，就不要让他失去信念。见许岩这样说，沈浩明也反思了一下自己，都怪他以前太自以为是，许岩的价值总是被他轻易忽略。很快严一方的第一批成衣正式发货了，许岩带着好消息和团队分享。严一方的第一批成衣全部售罄。第一批货既然已经取得这么大的成功，自己要趁热打铁，开启接下来工作。安排好工作，许岩也是早早的回了家。这是离婚后他过得最开心的一个夜晚，虽然是一个人，但内心却是无比的充实。可没过几天，坏消息就来了。怎么了？妍妍，出大事了！啊？以后我不想听到"爸"这个字。8号如今就是沈浩明的噩梦，再次声明他不想离婚啊。姐，我不想跟妍妍离婚，我想跟她继续有一个家。无论是助理还是许岩都会时不时提醒他一下，就好像是女孩子每个月来固定日子的那几天，看到今天的自己，不知道沈浩明还记不记得自己之前拽的模样。你有真的爱过我吗？从一开始知道你是骗子，我就不可能动心。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他承认他对许岩从最开始的利用，知道他伪装家庭却不说破，无疑就是利用许岩来掩盖自己曾经犯下的错。再加上许岩可以在事业上给他助力，到后来真相被戳破的冷漠，人前恩爱夫妻，人后同床异梦，直到许岩跟他提出离婚，净身出户也要离婚，放弃工作也要离婚认鬼。沈浩明也知道他再不发力，许岩就真的不要他了。曾经的许岩就是被他工作的模样吸引，如今沈浩明再次用自己过人的工作能力给许岩提出了适合他公司的商业模式。要说许岩的心一点没有波动，那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的会就开到这儿吧，我就先回去了。我送你。我最近喜欢走路。哎，亮总，门帮我锁一下。好，别告诉我，你会不会跟严一方签对赌协议吧？沈浩明一句话说出了最核心的问题，蒋亮也顿时语塞，因为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和严一方签对赌协议。许岩虽然说自身很优秀，但毕竟是初次创业，商场如战场，没有任何经验的他也难免会踩坑。好在今天沈浩明误打误撞的来了，不过严格说今天的到来也是早有预谋。乔林告诉他许岩周6会在公司和蒋亮加班，之前蒋亮说的话也提醒了他。你知道他的严一方未来1年之内主要产品的产值产能是多少吗？你知道他3年之内想达成怎样的产品矩阵吗？真的很感谢你的提醒，这一切我一定会去一一了解。在蒋亮眼里，一个初创公司要想成功，要想成名，就必须资金不能停，融资一定要成为公司的核心战略，毕竟现金流才是公司活着的根本。可他说的再好，也是只说优点，没有道出致命的缺点。资本不是慈善家，投钱也是想得到几倍甚至更多的利益，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虽然蒋亮说他可以担保会根据严一方自身的情况而定，可公司有公司的章程，不会因为他的担保做出妥协。目前市场上也没有哪家公司有这么大的面子让资本妥协。蒋亮被沈浩明说的哑口无言，毕竟沈浩明说的是事实。就这样，两人互换位置，接下来就是沈总大放异彩的时候，看看他怎样发光。
光的让许妍一不开眼吧。资本的介入是希望业绩增长幅度大，可以不断的扩张。可严一方的定位不是想赚一波快钱走人，是真的想稳扎稳打，一步步做好。既然这样，就要把公司的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毕竟要做的是老板，而不是帮资本打工的。然而不和资本深度捆绑，资金又从何而来呢？现在品牌还没有成熟，所以我建议还是坚定走线上的销售，靠预售汇拢资金，让公司的资金不短缺。记住，当你对金钱有了自主权，你才能对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决定权。接下来，沈浩明对许妍公司的业务提出了非常精准的建议，就连蒋亮这个对手也不得不说，他的建议的确是有效且可执行的。最后一个建议，将来无论是我、蒋总，或者是更高阶的人给到你建议，你可以监听，但是千万不要尽信。最终的决策是自己的判断力。不得不说，这一刻的沈浩明又让许妍重新爱上了，就像第一次去金达找他，那个挥斥方遒的好命哥又回来了。再强大的许妍也要化身迷妹了。成功女人的背后势必会有一个精英男士。沈浩明认真工作的模样再一次让许妍一不开眼。蒋亮试图用资本一贯的套路对待严一房，被沈浩明一眼识破。如果今天不是沈浩明的意外到访，许妍很有可能被蒋亮蒙蔽欺骗，签下对赌协议。要说遇到困难时需要寻求队友呢，一个姐夫一个妹夫，为了挽回两姐妹进行了深刻探讨。一句话总结就是死皮赖脸，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许妍找沈浩明隔天商量沈浩辰学校的事情，哪知于一鸣说趁热打铁，现在就去。给他来个出其不意。今天许妍在家亲自下厨，约了小姐妹一起吃饭。沈浩明到的时候，他正在下厨。既然来了，就索性把学校发的东西直接转给沈浩明。可能老天也觉得沈浩明追妻困难，想帮他一把。许妍家的无线网出了问题，文件材料打不开。沈浩明自告奋勇帮许妍修复网络。你这里有猫吗？猫在哪？你回去下载就好了。没事，很快。猫在哪儿？许妍其实并不想留沈浩明在这里，但沈浩明已经深刻贯彻追妻宗旨。看到许妍在做饭，就知道肯定是招待客人的，而且还是在自己家里。看来这个客人很重要。借着修复网络，沈浩明把许妍家里的每个房间，包括卫生间都跑了一遍。眼看没有人，就知道客人还没到。为了拖延时间，沈浩明非常有眼力见，看到窗帘要换，直接让许妍去忙，他来帮他换。拖着拖着天就黑了，许妍的菜也差不多快好了。本以为会留他一起吃饭，天都已经黑了，早点回去吧。许妍撵他走，已经说得这么直白了，沈浩明只能乖乖走人，却不想这时候门铃响了。终于来了。你说什么？我说客人来了。自告奋勇去开门，打开门，两边的人都愣住了，尤其是沈浩明，立马笑嘻嘻，不是男的就好。见，来进来。瑶瑶，宽宽，你们好，我是沈浩明。乔林问许妍沈浩明怎么在这里，许妍也是很无奈，人家就是没有要走的意思。接下来几个女人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阴阳沈浩明，只要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想到这里，沈浩明也不再气馁，反而是想出了对策拉拢他们。最近金达集团旗下有一个商场快要开业，大家有空可以去逛逛，看到什么喜欢的可以买，我给大家免单。免单？一听免单，而且还是买多少免多少，沈浩明承诺会让助理全程陪同。瑶瑶和关关立马转变风向。他要形容沈总的话，就是平易近人，自信有爱，狼艳独绝。乔林对于他俩的叛徒行为很是不耻，殊不知沈浩明下一个要攻克的就是他这个亲姐。为了表示对乔林的重视，沈浩明让助理先去买了一些护肤品，亲自约了乔林在餐厅见面。乔林表示他始终坚定地站在许妍一边。沈浩明把姿态摆得极低，又说出了最近经常和于一鸣在一起。乔林这个没心眼的立马就被他感动了，还向他打听起于一鸣的近况。看在你这么用心的份上，就当是再给你一次机会吧。妍妍太辛苦了，我也希望你能帮帮她。你说，明天是周六，妍妍会在公司加班。好，谢谢。蒋亮也在。啊？妹夫，姐夫，妹夫。蒋亮送许妍回家，刚好被沈浩明看见。无论是妈妈还是儿子，都给沈浩明打气，让他赶紧把许妍追回来。光坐着没用，机会是自己创造的。哪知第一次来许妍家楼下就撞见了这一幕。好在沈浩明也稍微成熟了一些，没有立即上去冷嘲热讽一番。在听到许妍拒绝蒋亮时，他心里简直乐开了花。得知许妍的心意，自然不能让老婆一个人孤军作战，几乎一个闪现就出现在他们面前。麻烦你了，
完成自己的业务还这么辛苦，送我爱人他回来。蒋亮也不是吃素的，许岩都已经搬出来了，沈浩明你这样两头跑才更是麻烦。许岩不想听他俩打口水仗，直接走人。拜拜，明儿见。我告诉你，你身上已经有很多花花公子的标签，不要再加上一个不道德的第三者。刺激完蒋亮，沈浩明立马去追许岩。打开电梯门，第一句就是他今天很高兴，却不想许岩冷冰冰的。你沈浩明高兴跟他许岩有什么关系？我听到你拒绝了蒋亮，你还跟他说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解决，就是离婚。这段婚姻开始的就不体面，他们只是各取所需，如今能够和平分手，已经给双方最大的体面了。许岩回到家时，乔林刚好也在。乔林见到了他们三在楼下的场面，问许岩怎么想的。此时的许岩并不想考虑任何感情的事情，他现在只想把工作做好。可看到那枚婚戒，他还是会有所触动。只有夜深人静，他才能放肆地宣泄自己的情感吧。方磊这边一如既往地为了沈浩明喝酒买醉，韩卫平的野心也是越来越明显。表面说着安慰方磊的话，实则就是挑拨他和沈浩明，让他对沈浩明由爱转恨。借助着酒精，方磊空虚的灵魂被韩卫平抚平。事后，韩卫平也开始试探性地问方磊：“如果有机会搞垮他，你感兴趣吗？”沈浩明这边深陷如何唬好许岩的难题，助理小陈知道自家老板的困难，立马给他出主。有一个万事万灵的办法。什么办法？曲线救国。你去找妍姐身边的朋友帮忙，绝对事半功倍。不行，找过他姐，他不帮我。那他身边有男性朋友吗？这样的人别说，还真有一个。当晚，沈浩明就约了于一鸣。于一鸣肯赴约，也是因为他和乔林的感情也出现了问题，正愁没人陪他说话呢。不过他一开始就说明，曾经的他是喜欢许岩。不过得知许岩结婚后，他就再也没有想法了，曾经的一切都已经放下了。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挽回他。我现在跟乔林感情上也有问题，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帮你。现在处在什么阶段？分手冷静期。你呢？离婚冷静期。我教你看。许岩终于创办研一房，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之前跟随自己的小助理也来了公司。其实这一切的成功真的要感谢蒋亮，他提的很多建议都是切实可行的。如果不是他的建议和帮助，许岩很难这么快就让公司走上正轨。因为合作关系，外界对于他俩的传闻越来越多，也更是离谱。一向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真的找到势均力敌的真爱了吗？姐姐蒋云第一个就不同意。看到手机上的日期提醒，许岩当即就拨通了沈浩明的电话，提醒他明天8号要去民政局。哪知沈浩明告诉他自己人已经在俄罗斯了，因为和巴莱金先生谈的一切顺利，当然要趁热打铁过来考察一下。之后还要去英国、法国这些西欧国家，去民政局估计要下个月了。你就一定要这个时候出差吗？是巴莱金先生主动找我，我总不能跟他说过2天我去办离婚，对吗？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来杯饮料边喝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奶茶、咖啡9块9居然能买2杯，真的特别爽。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为了让许岩相信他真的是在俄罗斯出差，沈浩明特地跑到各国建筑群去拍照发朋友圈。可太过有目的性的做法，往往会让人产生怀疑。许岩这一次没有打给沈浩明，而是给他的助理打过去。沈浩明现在在俄罗斯的哪一个城市？沈总在莫斯科。但沈浩明他跟我说他在亚历山大。是在亚历山大，我搞错了，妍姐。陈琳，你说在亚历山大，那就在北，为啥要加一句在俄罗斯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明明在埃及。正是因为这一漏洞，许岩才敢肯定沈浩明压根没去俄罗斯，直接来他家门口堵他。沈浩明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太想许岩出现幻觉了，可等自己再次出去时，才知道许岩真的来了。本该在俄罗斯的人，如今在家，这可怎么解释？我临时改了行程。我之所以改了行程，是因为身体原因，今天约了医生看病。什么病？为了不让沈浩明继续耍花招耽误时间，许岩直接全程陪同他看病。沈浩明几乎把医院所有能查的项目全查了一遍，第一次做全身体检都没这样全面，这无疑把等着他去离婚的许岩逼得走投无路。最后直接连卫生间都不让他去，也要拖着他去民政局，但还是来晚了一步，系统已经关闭了。实在不好意思啊，能不能包容一下，还是给办了吧。你们冷静期时间够了吗？够了。行，那今天再提交一下离婚申请，下个月的8号，5点半之前过来办理。思陈伟霆新剧真是越来越颠了，前一秒还互掉马甲吵着要离婚的小两口，后一秒就身着可爱芭比粉秀起了恩爱。许我耀眼真是主打满足观众需求，之前是爽剧，现在是颠剧。哎，宝宝，我们的身份证呢？身份证不是一直都是你在保管，
我只负责开心就好了。都怪我丢三落四。如果今天办不了入住，我们只能露营的。那我们就可以住帐篷，看星星，看月亮，还可以吃小烧烤。是的，你没有看错，赵露思陈伟霆这一集不光和好了，还让两人给演爽了。按照霸总惯例，沈浩明虐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想要我低头绝对不可能，但又想挽回，那该怎么办？当然就是找客观理由，就比如公司遇到了危机，为了拿下合作伙伴，需要假扮恩爱夫妻这种鬼都不信的理由。巴莱金先生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男人，他认为一个能够经营好家庭、爱护和照顾好妻子的男人，才是一个有智慧、重承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为了拿下重要合作方，沈浩明想找许妍假扮夫妻，于是便给对方打去电话，可却只得到许妍的3个字回复：没空。没空。许妍虽然嘴巴上拒绝了对方，但她知道沈浩明这人有多要面子，既然现在肯主动打电话来找自己，那就说明很有可能是真遇到了困难。虽然他无情，但自己不能无义，曾经也是自己的家。许妍感觉到既陌生又熟悉，正在感叹过往时，却发现沈浩明这个衰人居然将跟他的婚纱照都给换了，这让许妍心里升起了一股无名火。但沈浩明还翘起了2郎腿，一副作死的表情说道：知道你创业有资金困难，就当做给你一个融资的机会。看到他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死样子，许妍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他唯命是从，而是奋起反击，让他好好说话。是你遇到的困难比较大吧？要找我帮忙，就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谈生意要有诚意的。听到他的话，沈浩明紧急撤回了一个2郎腿，然后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正襟危坐，说出了请他来的目的，表示需要他来跟自己假扮夫妻，不对，是做回夫妻，来博得合作伙伴的好感。沈浩明正愁没有理由来跟许妍恢复关系，现在找到了一个不失面子就能跟对方亲近的借口，真是开心到起飞。于是便让许妍尽量提出自己的条件，毕竟这笔生意能让自己赚到5个亿。100万。100万？相比之下，我带给你的收益会更大。沈浩明还以为他会找自己要个10亿8亿的，没想到居然只要了100万。他知道许妍创业做服装很烧钱，这100万用不了多少天就会烧光，于是主动追加到1000万。可许妍根本不想占他的便宜，只拿自己应得的报酬就好。换句话说，就是不想在经济上跟他沈浩明有丝毫不相干的关系。沈浩明也没办法，只能答应下来。于是许我耀眼的剧情走向开始变得颠爽了起来。虽然编剧很坏，不过我很喜欢。梦幻芭比粉情侣套餐，不知各位是否满意？不过我不喜欢芭比，我更喜欢 Twilight 暮光之城的爱情。得知合作伙伴妻子喜欢暮光之城，两人立刻变换妆造，再次假装偶遇，一路跟随至两人居住的房间门口，摸清了房间号才肯离开。不过这跟踪也是真的很鬼畜。请问二位住在哪个房间？这是几楼啊？这是2楼啊。我们3楼。知道了对方的具体房间门号，两人立刻开始实施下一步计划。随后知名女主播跟3立建材王总的妆造正式登场，这一次他们没有弄错，将房间开到了隔壁。他们下一步究竟打算怎么做？我们有房间。2楼。祝二位住店愉快。谢谢。我耀眼最新一集真的要把人给笑疯了，能让霸总陈伟霆露出如此表情的恐怕就只有赵露思了。找自身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本来就老气横秋，眼光又跟不上时代啊？你这个大油头，万年不变。那西服、伴游酒3件套，怎么了？你是床上用品吗？还有眼镜啊，你近视吗？你每天戴着干什么？装什么老前锋？老前锋顶奢王者被人说成床上3件套，偏偏官方吐槽还没地方说理，你就说换谁谁不起？还搞什么家宴？你做出来的食物没有一件是好吃的，很难吃，我硬吃下去而已，好吗？3天后8号上午10点，民政局办离婚。万众期待的许我离婚日终于要来了，可就算如此，还是有人不消停。方磊带着于兰等阔太集体想去看许妍直播带货出丑，看到沈家儿媳在集市卖货，阔太们一个个的都开始阴阳起了大姐大于兰。你再怎么说也是沈家的儿媳妇，卖大米鸡蛋，这么自降身价，只会叫人瞧不起。听到阔太们在一旁煽风点火，方磊心里更加开心了。这下许妍应该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沈家了。可于兰是什么段位的女人，怎么会不清楚方磊带她来的目的？你今天是故意让我来看戏的。方磊小看了于兰的阅历，也小看了许妍的人品。他没想到的是，在许妍嫁入沈家的这些日子，于兰对这个儿媳妇那是相当满意，甚至已经把她给当成了女儿看待。于是史上最强霸气护儿媳名场面就此诞生了。而许妍在直播时也看到了这边的于兰等人，于兰不自觉的在集市为了生活费力叫卖的许妍，于兰心里没有嫌弃，只有心疼。面对阔太们的讽刺，她马上就给予最强烈的回击。谁瞧不起谁啊？孟总啊，你跟你老公开建材厂那会儿也睡过仓库吧？马总呢？你们家是做水泥厂起家的，
那时候约你，每次见你从头到脚都是水泥，一拍一股子灰，忘了？你别看我，我知道，我跟我老公以前卖卤肉的，倒退20年，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也不过只是一个包工头的老婆，人手不够的时候，也要给大家煮大锅饭吃，丢人吗？面对于兰的霸气护犊以及轮流揭短，阔太们那是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谁让自家的底细别人一清二楚，而方磊这种小绿茶手段在他面前简直就是个笑话。小刘，先不走，待会儿。好的。于兰心疼许妍，直到所有人都走后，她依旧在不远处观看，就像看着自己的女儿，既心疼又骄傲。随后还让司机去将许妍直播带货的米面买了一大堆。许妍看到是婆婆的司机，心里感动的有些不是滋味。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刚刚还自嘲是暴发户的阔太，居然自发的回到现场，将所有的货物一扫而空。这些所有东西都给我来100份，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好嘞，后台在生长所有的。小许，你一个人出来创业，我们都支持你，加油！此刻面对大家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许妍的心里就如同冬日的暖阳一般温暖。看着不远处坐在车里的婆婆，许妍更是露出了一切都已释怀的微笑。只要她不怪自己就好。太牛了！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帮人，把咱仓库都找空了，快！搞破这么多场促销，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阵仗，真是开了眼。面对同事们左一句右一句的啧啧称奇，许妍只是淡定的在一旁收着东西。而这时从母亲于兰那里得知了许妍消息的沈浩明也从工地赶了过来，看着依然老前锋的模样，应该来之前精心的打扮了一番。看着许妍这么晚了还在外面搬东西，沈浩明心里更加不是滋味。可想让他就这么认输跪搓衣板，那是万万不可能。大不了用钱来解决就好。以后每个月我会固定把钱打在这张卡里，这个给你。我不需要。夫妻一场，这是最基本的保障，你值得。司新剧里的陈伟霆在虐妻一时爽之后，终于要开始倒霉了。不光被父亲下放工地当起了包工头，就连恋爱脑方磊也受人挑唆，开始准备疯狂报复。如果有机会搞垮他，你感兴趣吗？一向忠心耿耿的韩卫平为什么选择背叛不得而知。同时直播带货刚有好转的许妍又被老板当场背刺，得知他是豪门弃妇之后，老板要求他建立此类人设博取观众眼球，可却遭到了许妍的拒绝。老板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但是却在许妍的工资上做手脚。一共2万，谢谢乔总。但是负责给你热场的助理、产品上下架的 IT 技术、销售、客服以及选品等等，都得从那里边扣。面对黑心老板的多次故意刁难以及无理要求，许妍不再选择忍气吞声。工资明细，麻烦发我邮箱，我不干了。老板没想到他会像赵露思硬刚整个银河一样这么刚，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一棵摇钱树，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热点。随后在姐姐乔琳的介绍下，许妍认识了专门制作少数民族服饰的设计师瑶瑶。看到她设计的服装十分特别以及出众，最终几人一拍即合，决定开始创业。由许妍投资第一笔启动资金，注册名字为严一方的服装设计公司，许妍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我真的不是一时冲动，我现在就是想问，你们对自己的专业有信心吗？当然了，那就一起创业，为了更好的生活。干杯！另一边，眼见沈浩明即将查清工地的账目，经理为了敲山震虎，让他主动放弃，找来了当时投资该项目的第三方注资人王德福。此人不仅是当地最大的流氓，更是人狠话不多。沈浩明此次又该如何应对？吴成明是私人借款，你要讨债可以，但是讨债的对象不是建大。王德福知道他说的没错，可吴成明公司已经破产倒闭，人也跑路到了国外，几百万的真金白银不可能就这么打了水漂，于是便给了沈浩明1天的时间还钱，不然就带人每天都来工地闹事，许我耀眼续集，重生之许我狂飙即将开播。今儿我给你个面子，我们先走，走。经理原本以为找来王德福这个黑社会吓一吓沈浩明这个公子哥就能让他知难而退，但没想到沈浩明只花了3天的时间就彻底的解决了王德福这个大麻烦。该说不说，沈浩明一旦老前锋起来了，真的很陈伟霆。西装领带皮鞋床上3件套一穿，单枪匹马就来到了王德福大本营，准备跟对方谈判。王德福还以为他是来还钱的，刚想夸他识相懂事交个朋友，但没想到沈浩明的做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之外。想让你再投钱，你要疯吧？你欠我的钱。王德福抡起酒瓶起身就要给他开瓢，没想到好命哥再次的不按常理出起了牌。今天夜色不错，我们散散步。哎，你怎么不跟我说咱俩谈个恋爱呢？这大城市人啊，口味重。王德福眼见沈浩明不像开玩笑，便答应跟他一起散步。为了安全起见，让几十个小弟围着自己跟车，谅他也翻不出几斤浪花来。可走着走着，王德福越来越感觉不对劲，因为沈浩明一直在往自己老母亲家的位置走去。
王阿姨，小傻，他是不是又惹什么祸了？你告诉我，你看我打死他！王德福平时最怕的就是这个妈，没想到沈浩明已经提前摸清了自己底细。沈浩明眼见已经夺得先机，便开始给王德福洗脑，让他继续投钱进开发项目，并且承诺将所有开发工程的植被栽种都承包给他的绿化公司。这样不光能赚钱，还成了改建村子的大英雄。用他妈的话来说，就是光宗耀祖。王德福被沈浩明的话给洗脑的不要不要的，已经开始幻想自己的头像金身矗立在村口的庙里受万人膜拜，当即站起身来跟他亲热的握起了手。今晚的夜色不错，真不错，还拉了个手。沈浩明知道这一切都是经理搞的鬼，之前之所以没有动他，就是在收集罪证，如今证据确凿，是到了清理门户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个机会啊，我要知道金达集团里你背后的保护伞是谁。赵露思第一次直播带货，陈伟霆就疯狂在线刷单争做榜一大哥。许我耀演最新一集简直不要太搞笑。许岩直播带货被沈浩明的秘书给发现，当即立刻就打小报告到了霸总这里。听到老婆豪门阔太不做，居然去干直播，还在工地搬砖的沈浩明立刻化身一诺千金莅临直播间观看。喜欢吃鸡爪的宝贝，一定要记得下单，非常最好吃。温暖的港湾下20单，感谢支持。谢谢温暖的港湾，谢谢你，谢谢。看到区区几百块就能让许岩低下高傲的头颅说谢谢，沈浩明想都没想就充值了几万，然后一次下了50单。一诺千金下了50单，感谢支持50单。很爱吃鸡爪对不对？谢谢一诺千金，谢谢你。听到老婆对自己说谢谢，沈浩明露出了开心的姨母笑，可还没高兴多久，竞争对手就出现了。温暖的港湾下了70单。感谢支持70单。谢谢你喜欢我，谢谢温暖的港湾。沈浩明看到有人居然抢了自己的榜一大哥，不服气的又下了100单，可对方立刻又超过了他。就在沈浩明沉迷于争榜一大哥的位子，准备疯狂刷单时，后面的工人出声及时阻止了他。哎，小陈总，您过来一下。幼稚。榜一大哥温暖的港湾疯狂刷单，只求能在线下见一见许岩。你得宠粉顾粉，人家那个温暖的港湾在你直播间下的那些单，那加起来都够开一家小型超市的了。人家就想线下见你一面，跟你喝一杯咖啡。老板苦口婆心的劝说，让许岩十分的为难跟苦闷，可周围也没有人能安慰他，他只能独自一人消化掉这些情绪，要求来跟温暖的港湾线下见面。原本找遍了咖啡厅，以为是坐在外面的这个，可对方却直接摇头拒绝。那到底会是谁？嫂子，许岩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榜一榜二大哥居然会是沈家的这对父子。而沈浩辰自从许岩离开了沈家，就一直想让他回去，于是将自己的现金压岁钱都拿给了保姆小慧阿姨，让她帮自己给许岩下单。知道这件事情后，许岩严肃教育了沈浩辰，并将钱全都退给了小慧阿姨。要是他知道自己这一整年的业绩都是被这父子俩完成的，真难以想象婆婆于兰回到家里看到满屋的鸡爪后作何感想。我真的会谢。你买了这么多东西，我看收货地址也不是家里，放哪儿去了？哦，我哥常年捐助一家福利院，我把东西都捐到那儿去了。你还怪聪明的，不是说你做对了？哦，沈浩辰掏出自己的小天才 Z200，将偷拍沈浩明的照片放给许岩看，还说自从他走后，对方就一直这个死样子坐在书房里发呆。沈浩辰求着许岩回去，但他又怎么可能将真相告诉给这个小孩子？于是便笑着说，他要是想自己的话，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他，想去哪里玩都可以，想去哪儿都可以啊，想去哪儿啊？哎呀，我都这么说。随后许岩直播的事情被情敌方磊给发现了，他雇佣了大批的水军在网上对许岩发起了人身攻击。应该是豪门欺负吧？唱首歌拍20单，边唱边跳30单。看着直播间越来越多的人起哄，许岩呆愣片刻，还是恢复了微笑，继续直播。可老板得知后大发雷霆，还将许岩安排到了户外直播。可即便是这样，方磊这个女人依旧没有打算放过他。有一个特别好的活动，我想邀请各位阿姨赏光出席。方磊将于兰以及一众阔太带到了许岩直播的现场，就是想让所有跟沈家有关的人都知道许岩现在到底落魄到了什么地步。而为了维护沈家的门面，于兰对于这个让自己出丑的假媳妇又会怎么做？你今天是故意让我来看戏的？有多狼狈？想见许岩却又放不下脸面，只能借着商讨离婚协议上门追妻。可刚坐下来，话还没说2句，就发现房间里面居然有第二个男人。高中同学于一鸣，沈浩明，老公。看到于一鸣衣冠不整的从卧室出来，沈浩明的危机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光主动介绍自己的身份，还阴阳对方让他赶紧离开，随后更是霸气的命令许岩未经他的同意不能擅自公开两人离婚的消息。我也提醒你，明天就是8号，民政局见。好，我也提醒你，把这个抢。离婚冷静期果然是个好东西，沈浩明的好命丈夫体验卡延期31天才到期，看着两人都暗自松了一口气的模样，你们确定这婚在31天后能成功的离下去吗？
下一段。两人神同步的动作正式揭开了这场为期1个月的追妻大作战。可因为许岩这个旺夫妻子的离开，沈浩明进入金达集团董事局的计划再次失利，而最为关键的一票居然还是亲爹投的反对票。至于原因，那就是他要跟许岩离婚。不反对，你给我们选择了一个骗子，他的家庭条件、学历、生活背景，所有的一切你清清楚楚，但是你是选择了隐瞒，选择了欺骗，我不能容忍你这一点，知道吗？沈劲松一怒之下将沈浩明安排到了成安县去调查子公司工程延期的事情，而许岩在连续投了10几份简历后依旧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之后只能来到带货直播间，凭借当过新闻女主持的经历干起了直播带货。可曾经电视台的当家财经主持人，带起货来还是一股正儿八经的模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618舒适家纺直播间。徐小姐，你这是播新闻呢还是带货呢？你这么播不行啊！你要想留住人，你说话得有力度。带货达人表示，像他这样一本正经的带货，估计一单都卖不出去。考虑到他第一次干直播，可以亲自现场教学一番。海波，突破底价，突破底价，忘掉播音腔，忘掉播音腔，你打开新世界，打开新世界。哎，对，保持住个激情啊！来，走你的词儿，走你的词儿来。不要599，不要499，不要299。经历互掉马甲事件后，许岩跟沈浩明似乎都有了各自的新生活。一个被流放工地长期跟工人同吃同住，一个即便深夜还在努力学习直播带货话术，看似都开启了新的生活，但有过的感情岂是这么轻易就能忘记？而最先忍不住的还是虐妻一时爽的沈浩明。原本想偷看一下许岩朋友圈最近在做什么，点开头像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沈浩明顿时感觉天都塌了。随着许岩直播的次数变多，他在现场也越发的得心应手，可怎么看都有一种让人心疼的感觉。不知道沈浩明知道后心里会不会感到有一丝的后悔跟内疚。许岩拼了命的想要摆脱从前的过去，可在如今信息如此发达的年代，直播带货这种节目肯定会被熟人给刷到。就比如趁着沈浩明下放工地时偷懒看手机的秘书，以及成天混吃等死差点被许岩夫妻俩给玩疯掉的方磊。一个看到后赶紧通知了沈浩明，一个却在心里不知道又憋了什么坏主意。她是著名的捞女，一心嫁豪门，这是被豪门轰出来了，有意思，表演个豪门怨妇呗？不用演，都下场卖垃圾袋了，已经是了。应该是豪门弃妇吧？哎，唱首歌拍20单，边唱边跳30单，把自己套进去，立刻拍40单。啊，怎么不说话啊？行卡了。说话。之前，你就是第三者。赵露思新剧里的许岩真是将平静的风感演绎到了极致。当看到第三者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老公拉拉扯扯，走上前去反常而又猝不及防的抬手就是一巴掌，只要老娘1日不离，尔等终是小三。方磊被许岩这一巴掌给扇得直接懵了逼，他是怎么做到扇人耳光还这么丝滑转场的？他凭什么打我呀？他说的没错，谁说我们离婚了？方磊快要被这夫妻俩给玩疯了，这是要离婚撕破脸的状态吗？怎么感觉有些冒离神和藕断丝连？许岩净身出户什么都没有带，唯独带了沈浩明给他办的那张美容卡，要是能把里面的钱给退出来，应该还能有个10几万。可办卡容易退卡难，服务员这秒变脸的态度真是让许岩大开了眼界。不好意思啊，我好像没有收到这个退款信息，能不能麻烦帮我确认一下？退款是原路径返回的，我记得上回是倪先生陪你办的卡。哦，我想起来了。许岩的干如尬成功化解了服务员的变如脸，而他决定离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电视台辞职。既然决定离婚，那就必须切割干净。这份凭借沈家关系拿到的工作当然也不能留下。看着自己辛苦筹办的家宴项目被孙思维给霸占，许岩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却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自在。处理完了工作上的事情，接下来就轮到了向公婆坦白一切。妍妍，我这么喜欢你，这么信任你，你怎么能骗我们那么久？对不起妈，我会承担一切后。许岩现在的确是在诚心道歉，愿意接受一切惩罚，甚至承担法律责任。沈浩明父母只是一味的在指责许岩的行为是欺诈，但从没想过沈浩明其实也骗了许岩。那他受到的委屈又有谁来买单？现在许岩已经完全不在意这些，只想赶紧处理完一切好，开始新的生活。而经过这些天的相处，从于兰的眼神里面能看出来，他对于这个儿媳妇不光十分满意，还十分不舍。许岩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给了父母。沈浩明看着手机里许岩发来相约民政局离婚的信息，终于发现他是真的下定决心要跟自己离婚了。回忆着两人过往的点点滴滴，沈浩明不光发现自己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对许岩赞不绝口，就连最难相处的家人也在许岩离开后十分不习惯，尤其是刚刚接受许岩的儿子。不吃了，一点也不好吃，我想吃嫂子做的龙井虾仁儿。沈浩辰的话让于兰也唉声叹气了起来，
他喜欢吃的鱼也是经过许岩烹饪的。现在的这些都是什么鬼？想到这里，起身回了房间。只有沈浩明在那里假装吃得津津有味。看到他一副狼心狗肺的模样，沈劲松也什么都吃不下的离开了。当所有人走后，刚刚还吃得无比开心的沈浩明立刻就换上了一副失落的表情。送神容易请神难，真期待你追妻火葬场的名场面。自从许岩脱去豪门阔太的马甲，什么事情都得亲力亲为，可平凡的日子才让他更加觉得有人情味。而就在于一鸣前来探望许岩的时候，为了看一看许岩的沈浩明带着补充离婚协议登门嘴硬了起来。你怎么来了？离婚补充协议书，给你看一下。我知道了，签完字我会闪送给你。正好我今天没事，坐下来一条条对一下。全身嘴最硬的沈浩明为了能跟许岩说话也是费煞了苦心，而当他进去话还没说两句，就看到帮许岩换下水管的于一鸣走了出来。这醋缸子打翻了，真是一发不可收拾。这位是高中同学于一鸣，沈浩明。他就是你的老公。你好。你好。我知道你之前喜欢我，但是我在心里就是把你当成老乡和同学，没有别的意思啊。这次你真误会了。许岩原本以为于一鸣此次前来是怀揣着再次向他表白的意图，然而令他意外的是，于一鸣的心思早已悄然转移到了姐姐乔琳身上。这倒也不枉许岩之前暗中撮合费心安排。然而看着因修水管而弄得浑身湿透的于一鸣，许岩便让他先去将衣服吹干，以免着凉。就在这时，门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许岩快步走到门前，打开门的瞬间，他愣住了。门外站着的竟然是沈浩明。原来沈浩明此次前来是特意送离婚协议书的。许岩的心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结果协议书的他正欲关上门，平复一下内心的波澜，沈浩明却突然伸手拦住了他。他表示希望与许岩亲自核对离婚协议上的每一条款项，确保双方都没有异议。许岩无奈只得让他进了屋。沈浩明刚坐下不久，吹干衣服的于一鸣也恰好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三人面面相觑，气氛一时有些尴尬。在于一鸣和沈浩明相互介绍彼此的身份后，于一鸣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匆匆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这个略显压抑的空间，给许岩和沈浩明留下了单独交流的机会。沈浩明重新将话题拉回到离婚协议上，他指出协议中有一条要求许岩以后未经许可，不得对外公布与沈家相关的任何消息，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给沈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许岩听后认为自己一直以来都行事谨慎，从未有过任何不妥之处。我知道这个于一鸣是你姐的男朋友。其实你不该做生意的，你应该去当间谍。只是善意的提醒。我也提醒你，明天就是8号，民政局见。随后第二天，两人一同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然而到了民政局后，他们却被告知现在离婚有冷静期，需要1个月之后二人再次前来办理，才能正式完成离婚。这个消息让两人都感到有些无奈，但也只能接受现实，各自回家等待。沈浩明回到家后，发现家中气氛异常压抑。弟弟沈浩辰因为吃不到许岩做的菜而闷闷不乐，他认为是沈浩明惹许岩生气了，才导致他离家不归。沈浩辰一气之下独自回到房间。沈母看着桌子上的鱼，眉头紧锁。他觉得这道菜远没有许岩做的好吃，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失落感。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看上眼的媳妇，心情愈发糟糕，最终也生气地离开了餐桌。就连沈父看着一家人如今这个样子，也默默地走开了，只留下沈浩明一个人独自坐在餐桌前，面对着满桌的冷菜残羹。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许岩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远比他想象中的要重要得多。晚上，沈浩明来到沈浩辰的房间，他看着床上的相册，里面全是许岩陪着沈浩辰一起度过的开心日子。那些照片中的笑容让沈浩明不禁陷入了沉思。他开始意识到，许岩不仅仅是一个妻子，更是这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第二天，沈浩明来到公司后，便迎来了一场关于他加入董事会的投票。然而投票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一共13人的投票中，反对票和赞成票都是6票，只有沈父还没投票。在众人的目光之下，沈父毅然决定投下了反对票。我反对。7票反对，6票通过。沈浩明无法加入董事会。等到沈浩明跟着父亲来到办公室之后，沈父才说起了真正的原因。原来沈父之前在门外意外地听到了股东们对沈浩明的评价，他们认为沈浩明在英国留学期间私生活混乱，之所以能进入公司，完全是靠父亲的关系，因此他们不想让一个私生活不检点、靠关系上位的人加入董事会。随后沈父又说起了沈浩明在留学期间留下的种种问题，以及因为无法与门当户对的人结婚而引发的家庭矛盾。他甚至指责沈浩明欺骗父母有关许岩家庭的情况，导致现在家庭关系紧张，婚事也未能妥善处理。沈父越说越生气，他对沈浩明的表现感到极度失望。去长安县把子公司
工程延期的那个事情给我搞清楚，不弄清楚就不用回来。直到许岩在拍卖会上以惊人的300万高价拍下那枚重达20克拉的钻戒，拍卖会落幕不久，他便带着这份耀眼的战利品找到了方磊。挺漂亮的，你喜欢？这个不能送你，不过这个可以。许岩竟然将这枚价值连城的300万钻戒赠予了方磊。随后在宴会上，许岩携手沈浩明向在场的每一位宾客展示了一幅夫妻和睦、恩爱有加的画面。然而表面的光鲜亮丽下，无人知晓他内心的真实感受。次日夜晚，老家的平静被一则电视采访打破。姥姥在屏幕上看到了许岩参加那个项目开工仪式的身影，他站在沈浩明身旁，面容却显得异常憔悴，眼神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落寞与疲惫。这位自幼看着许岩长大的老人，敏锐地捕捉到了孙女脸上的每一丝细微变化，心中不禁泛起阵阵忧虑。他似乎从许岩那冷漠的表情中读出了这些日子以来孙女所承受的不为人知的痛苦与挣扎。与此同时，许岩正坐在新闻后台的化妆间内，对着镜子用卸妆水缓缓擦去脸上的妆容。随着妆容的褪去，他的眼泪也不受控制的滑落。自从向沈浩明坦白了一切之后，他便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无助之中，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他一无所知。就在这时，姥姥的电话打了过来，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给予了他一丝慰藉。爷爷，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呀？为什么突然这么晚？没什么，就是在电视里看到你好像不太开心。电话那头姥姥的声音充满了温暖与关怀，她的话语如同春风拂面，让许岩紧绷的神经得到了片刻的放松。姥姥提到了希望许岩能够好好照顾自己，还建议让沈浩明陪她去旅游放松心情。但许岩的心中却有着更为迫切的愿望，他想要回到姥姥身边，感受那份久违的亲情与安宁。姥姥虽口头上说自己过得很好，还催促许岩抓紧时间生个孩子，让自己能早日抱上外孙，但许岩知道这些简单的愿望或许已难以实现。回到家中，许岩的目光被冰箱里那瓶熟悉的桂花酱吸引，那是姥姥亲手制作的，承载着无数温馨的记忆。他本想取出一小勺回味那份甜蜜，却不慎失手，将瓶子打翻在地，桂花酱洒了一地，如同他此刻破碎的心情。次日清晨，许岩决定即刻启程回家看望姥姥。然而当他踏进家门，迎接他的却是空荡荡的房间和紧闭的门扉。正当他疑惑不解时，邻居来到了家中，告诉许岩发生了什么。哎呦，爷爷，你可算回来了！昨天晚上你姥姥晕倒了，我们赶快给她送县城医院了。许岩顾不上多想，立刻驱车前往医院。在病房里，他看到了昏迷中的姥姥，心中充满了自责与愧疚。母亲告诉他，姥姥是间歇性脑缺血发作，幸好送医及时，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此刻姥姥需要的是静养与陪伴。在许岩的坚持下，他留了下来，独自一人守在姥姥的病床前，看着这位唯一疼爱自己的人躺在病床上，生命如此脆弱，许岩的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悲伤。他认为这一切的不幸都是因为那些无法言说的谎言所导致的。在这一刻，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要与沈浩明离婚，彻底结束这段充满谎言与痛苦的婚姻。夜幕降临，医院里一片宁静。谁让你回来的？醒了。许岩意外地发现姥姥竟然醒了过来，他看着眼前的孙女，眼中满是慈爱与关切。许岩向姥姥倾诉了自己的打算，想要在荆州为姥姥购置一处郊区的房子，让她搬来同住，以便更好地照顾她。但姥姥却看出了许岩的真正意图，她虽然感激孙女的孝心，但更希望许岩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因为自己而耽误了前程。她习惯了乡下的宁静与自由，不愿成为孙女的负担，于是便想着让许岩回去，不要耽误了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另一边，沈浩明在公司里得知了许岩打算离婚的消息，心中五味杂陈。现在是他转正的关键，为了那个岗位，他努力了很久。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更不会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脱离沈家的资源庇护后，许岩的求职之路荆棘丛生。曾经在新闻主播岗位上得心应手的他，如今想找一份相关主播工作都困难重重，简历投出去无数，回应却寥寥无几。就在许岩几乎要灰心丧气之时，朋友及时出现，带着他去见了一位老板。这位老板看在朋友的面子上，给了许岩一个当主播的机会。许岩满心欢喜，以为终于迎来了转机。然而当他得知这个主播工作是网络带货主播时，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毕竟这和他以往的新闻主播工作有着很大的差异。试播开始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618舒适家纺直播间。舒适家纺以全球闻名的实验品牌形象，
许岩下意识地用起之前新闻主播的口吻来直播，他试图以专业的形象来吸引观众，可没过多久就被叫停了。原来网络带货主播需要的是更加活泼亲切的风格，为了帮助许岩尽快融入这个行业，老板决定亲自带他感受带货的节奏和氛围。老板在镜头前熟练地介绍产品，气氛十分热烈。许岩在一旁也试着模仿老板的样子开始带货。突破底价，突破底价，有了，来跟我说，来，忘掉播音腔，忘掉播音腔，打开新世界，打开新世界。哎，对，保持住个激情。可还没说几句话，他就开始咳嗽起来。老板见状，无奈之下只能让他先回去休息，等状态好了再继续。此时工作的压力如同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许岩喘不过气来。他感到无比的孤独和迷茫，然而周围没有人能安慰他，他只能独自一人消化。其实同时沈浩明也来到了成安县，他此行的目的是查明工程款的事情。当他走进总经理室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有些意外。这个房间十分狭小，他只能睡在后面的隔间里。再看工程资料，乱七八糟的堆积在一起，根本没有进行分类整理。负责人看到沈浩明来了，立刻满脸堆笑的奉承起来，还一个劲儿的拜托他尽快将上面的资金拨下来，好让工程能顺利推进。沈浩明却十分冷静，他明确表示会等到自己查清楚所有事情，处理好一切问题之后，再考虑资金拨付的事情。而那个表面上对沈浩明奉承有加的负责人，在离开之后却露出了另一副嘴脸。能万一他看出点帅，你丑吗？看出什么？你瞅那小子那样，工地上的门门道道他懂吗？我都不懂。他说自己故意安排这样简陋的住宿和办公条件，就是想尽快把沈浩明这个麻烦赶走。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夜晚，许岩和沈浩明虽然身处不同的地方，却都在为了各自的事业而努力拼搏着。经过一晚上的刻苦学习，许岩信心满满的再次前来试播。他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由于太过于着急想要表现出色，他的语速过快，促单的语气也过于强烈，这让观众们感觉很不舒服，很容易引起大规模退单的情况。老板只能根据脚本来改变话术，并让许岩先跟着其他有经验的主播一起学习。就这样，许岩开始了自己的吃播之路。在直播中，他不停地吃着各种各样的食物。然而许岩的吃播直播竟然被在家的姐姐刷到了。姐姐看着许岩在直播间里大口吃东西的样子，又心疼又生气。她通过于一鸣找到了许岩的家中。当她看到许岩因为吃多了而肚子痛难受的样子时，心里一阵酸楚。姐姐忍不住抱怨起沈浩明一家人，说他们竟然如此无情，一点都不念及许岩对他们家的照顾。可许岩却十分平静，他认为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自己做错了，他当初不应该说谎和沈浩明结婚，现在走到这一步也是自己需要承担的后果。他还坚定地说，等到离婚冷静期结束之后，就会和沈浩明正式离婚。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坦荡，不像之前那样随时害怕被揭穿，惊心胆战的过日子。我没离婚之前，你就是第三者。回到办公室后的许岩坐在办公桌前，一时有些茫然。就在这时，助理欢欢匆匆走来，脸上带着一丝焦虑。他告诉许岩，公司里最近传得沸沸扬扬，都在议论许岩正在闹离婚。这件事甚至已经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领导对此颇为关注，甚至有意将晚间新闻主持人的位置交给孙思维。不仅如此，领导还打算削减许岩目前负责的一些项目，而赞助商那边也似乎听到了风声，准备有所动作。面对这一连串的变故，许岩却显得异常平静。他示意欢欢不必太过操心，先安心去工作。就在这时，孙思维不请自来，他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办公室，脸上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嘲讽起许岩离婚的事情，言辞间充满了挑衅和得意。许岩听着孙思维的嘲讽，心中并无太多波澜。他深知孙思维之所以如此针对自己，是因为他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别人的事情上，而忽略了自己的成长。然而最了解自己的人往往是自己的对手。接下来孙思维的话却让许岩不禁陷入了沉思。孙思维指出，许岩之所以能够请到那些商业大佬，顺利成为新闻主持人，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沈家的关系。虽然大家都很佩服许岩的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沈家的人脉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离婚的事情刚刚传出一丝风声，许岩在公司的地位就已经开始岌岌可危了。许岩，你好好想想吧，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也就在这个时候，许岩接到了主任的电话。他挂断电话后来到了主任的办公室，主任一脸严肃地告诉他，有人匿名举报他在家庭背景关系中作假。面对这样的指控，许岩并没有过多地辩解，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平静地提出了辞职。说完，他转身离开了主任的办公室。随后他来到了沈父沈母的面前，他将自己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二人，并表示自己会承担一切后果。
为了公司的声誉和沈浩明的名誉，他决定在所有事情都解决之前，对外宣称自己先去创业了。说完，他向二人深深的鞠了一躬，表示歉意，然后转身离开了。